他们果然住在一起。喂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真水无香，那是游戏名，我真名叫甄少祥，你可以叫我少祥啊。你去哪儿？我送送你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去就好。不用客气，虽然我们在游戏里有点误会，但也总算是相熟的朋友吧。跟游戏无关，我只是不想麻烦别人。谢谢你。行，那我也不勉强你。对了，你真名叫什么啊？总不能下次见面还叫你芦苇微微吧？那多出戏啊！我想我们应该不会再遇到了。我觉得倒是会。其实，你真名叫什么？张二喜已经告诉我了，不然我怎么知道你住在这里啊？他告诉你，我姓卢了。原来你姓卢。当然啊。哎，你笑什么啊？那还是我送你吧，你这样走到何年何月啊？不用了，我去我男朋友那儿，你送恐怕不大方便吧？你男朋友，肖娜呀？他前一阵子来我公司拉投资，但毕竟是不成熟的学生团队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贵公司是臻毅科技吧？这位甄先生，就公司层面来说，我空出了半个衣柜给你，你自己挂。等你收拾好了，我再收拾。你真的把房间让给我啦？我对我的自制力没信心，幸好我还可以去我父母家住。
不然只能去公司打地铺了。帮我收拾一下。哦，我去拿拖把。好，谢谢，知道了。维修的人明天就到。哦。还好这些盒子没事儿，不然你们肖教授要抱着他哭3天。我觉得你这样说你爹，肖教授才会哭3天吧。那这些东西怎么办啊？收拾一下，放我那儿。这是手稿，找个袋子装一下。嗯。放心，你的吴冠中没事儿，徐悲鸿也没事儿。都说好了，暂时放在我学校外面的房子。好。那这2袋东西放在哪儿啊？也没有太合适的地方，先放衣柜吧。那个，你说不住父母家，就在公司打地铺了，所以你今晚住在哪儿啊？我倒不介意在公司打地铺，不过这些字画是我父母收藏多年的，不能有闪失。你一个人在，我不放心。所以呢？我在这里看着他们。好像看到了我们以后几十年的样子，很不错。你给的暗号，微微一笑，出现的刚刚好，擦肩而过你的发梢，像是春风吹绿青草，浪漫在发酵，只愿为你赶走所有烦恼，带你到天涯海角，听你的心跳，想给你一个拥抱，让全世界知道。面面正常，就是有点懒洋洋的，总是对着窗外发呆，大概是想你了吧？我现在已经成功俘获了咖啡的心，我们2个现在是铁闺蜜了。咖啡的潜台词是：你不给二喜姐姐面子，就是不给我的面子，我要对你嗤之以鼻。你还在生我的气吗？之前是我不对，我会在游戏里的老地方等你的。我给你杀100遍，还不行吗？
还在生我的气吗？之前是我不对，我会在游戏里的老地方等你的。我给你杀100遍，还不行吗？咖啡啊咖啡，这次你的铲屎官真的不理咱们了。女人真是麻烦啊。哎，对了，有个人的账我还没算，差点忘了。依然，我手机里的视频是不是你删的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那就奇怪了，我手机里视频怎么突然不见了？哎，对了，肖奈看了视频以后什么反应？我也不知道。不知道啊？是啊，他问我视频是在哪儿拍的，什么时候拍的，我就一五一十告诉他了。然后他让我删除了手机里的视频。就这样啊？就这样。那肖奈到底什么反应啊？他到底有没有看清贝微微的真面目？哎，不对，我们现在手机里一份视频都没了。他看到就好了，应该会明白的。说不定现在正在闹分手呢。曹光怎么会给我打电话啊？喂，曹光，你找我什么事啊？明天上午10点，你和孟依然来学校南门，我有事情找你们。你这人什么态度啊？啊，你叫我们去就去，你以为自己什么人啊？偷拍我还传播视频，然后污蔑同学，你觉得你们是什么人？如果我明天早上没看到你们的话，后果自负。喂，喂，依然，怎么办呀？我听说曹光家挺有势力的，他是不是要找我们算账啊？你偷拍他视频是不对，可是本意又不坏呀。如果他是讲理的人，应该不会为难你的。你说曹光怎么会知道视频是我拍的呀？不会是肖奈告诉他的吧？对呀，我怎么没有想到啊？肯定是肖奈向曹光求证了。娜娜，他相信我了。这铁证如山，还能不相信吗？不知道那个贝微微给他们灌了什么迷魂药。我居然现在才想到，真是笨死了。说曹光找我们是不是因为丢人啊？他被女生耍了，还被情敌找上门，这次一定是颜面扫地了。应该是吧，没事儿，等他来了，你给他道个歉，应该没事儿。曹光，
还有，不论你再怎么努力，肖奈都不会青睐你这样愚蠢的人。你怎么跟女生说话呢？你应该庆幸自己是女生，要不然你觉得我会这么轻易放过你吗？娜娜，这件事到此为止，我不会再继续追究。我警告你，管好你们的嘴。如果让我再听到有关于贝微微一点不利的言论，不管是不是从你们嘴里说出来的，我都会算在你们头上。说到底，还不是为了贝微微呗？没想到我们堂堂的一个大才子，竟然是个色令之婚的糊涂蛋，就会为了一个脚踏两条船的女生，竟然拼命维护啊！我刚才说的话你没听到吗？脚踏两条船是你自己说的，又不是我说的。那是我弄错人了。弄错了，不是贝微微吗？那是谁啊？不管是谁，跟你们都没关系。你们给我记住了，管好你们的嘴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你好自为之吧。哦，还有，以后追男生可以，但是老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未免倒踢的也太难看了。你下午也不用去上班啊？游戏进度不错，所以以后都不用加班了。你这是赶我走？怎么会啊？我怕我走来走去的，打扰你工作嘛。你把电脑拿过来，好好在我边上坐着。没想到今天又见面了。
芦苇微微，以前的我身在福中不知福，现在绕了一圈，终于明白了，什么样的人才是最适合我的。人总是会犯错，我也做了很多错事。如果可以，真希望这一切都没有发生。但是现在应该也不晚。给我一个重新来过的机会，答应我好吗？我是一笑奈何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追忆逝水年华。我觉得真水无香一定被你气死了。你昨天碰见他了？是啊，他不知怎么从二喜那儿骗到了地址，在门口堵我，还骗我说知道了我的名字。我了解二喜，他就算真的跟我生气，也不会出卖我。于是我就随便炸了他一句，就露馅了。怎么不告诉我？解决太容易就忘记了呗。夫人果然是从小被表白到大的，以后记得报备。为了公平起见，你也要报备。的确容易忘记，算了。我怎么觉得我就是传说中那种红颜祸水啊，总是碰上烂桃花。幸好我把你收了。那么你朋友的前途可就全毁了，恐怕还有牢狱之苦。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只要你跟我们合作，拿到我们想要的东西，我们就可以不起诉。你们太看得起我了。肖奈所有的核心代码都是由128位加密软件加密过的，以我的能力根本就破解不了。那如果有其他方面的信息，我们也是乐意接受的。那你怎么保证正义不会起诉？除了这个，你没有别的选择。
那就不能让他们成功。可是我们的人似乎不是很关键的位置，可能不能搞成破坏。制衣那边不行。那如果丰腾演示会的日期提前呢？对呀，反正我们的 demo 已经完成了，那我就先去试试，任总。任经理，爸，公司是不是在竞争新倩女的开发权？先去忙吧。今天可是周末呀，甄大少爷怎么有空来公司玩啊？爸，我是认真的，公司是不是在竞争新倩女的开发权？你到公司多久了啊？到现在才想到问这个问题啊？我倒要问问你了，你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安下心来，替我好好的关心一下公司啊？就现在啊！爸，我要加入这个项目，我保证把智易科技给比下去，拿下游戏开发权。你就别给我添乱了。爸，你怎么这样啊？我可是《倩女幽魂》骨灰级玩家，而且我们公司谁能比我更懂这款游戏？这个项目我非加入不可，我一定要把肖奈打得落花流水。你是认真的？我不能再认真了，爸。好啊，我儿子终于长大了，啊！
啊，老三怎么还不回来呀？饿死我了。明哥，老三帮我买吃的去，还没回来呢，我快饿死了。有什么吃的门口听听。车里有松鼠爱吃，自己拿去。多谢，拿去。你干嘛呢？什么呀？购房合同居然还是2份儿，还是一次性付清。你干什么呀？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的，还我。大家快过来看看这个新金铺！哎，好，没有话跟大家说啊。哇，这什么？哎呦，哇，哎呀，新金 boy， 你去抢银行，你怎么不跟兄弟我说呀？就是啊，梅哥，你这中彩票的钱还剩多少啊？给我们把房都买了吧？啊？哎，我说梅哥啊，你这土豪长期躲在我们这帮无产阶级当中，到底是为哪一半啊？政委哥哥，这个现在是和谐社会，要讲的是以理服人。你们不能动手啊！陪我，我们是同一阶级的，你不能站在人民的对立面。对，就是。在干嘛呢？欺负美人师兄呢？去看看。把他给我弄走！来！美人啊，好美，你对得起我吗你？啊？当年念书的时候，你一个土豪向我一个穷学生借钱呀？你一借你就借好几十，你花过我1分吗？我愿意啊！我当时真穷啊！想当年我背着我爸报考庆大，1个月只有600块钱。早知道帝都有了我3个杀人犯，我才不来呢！我管你来不来的，抓住他！逮着他！我去吃饭！好为师兄真看得起你，居然把你和沙尘暴相提并论。给愚公，顺便告诉郝培，我记住了。兄弟们，我发现这附近有家火锅店特别的棒，特别的好吃，而且啊物美价廉。我呸！吃这种廉价的火锅，简直就是侮辱我梅哥的2套房子。要吃最贵的，最贵的。喂，师妹，你想吃什么呀？只要是贵的就可以吧？你们这群里就没一个好东西。那就吃海鲜啊，海鲜最贵，随便点点就得几千块，完全符合土豪哥的身份。那就海鲜了。附近那家夜排档怎么样？瞧你们那点出息啊！什么叫做高大上啊？海鲜大排档档次能够吗？
是吗，梅哥？可不是。对呀。是啊。是啊。哎，老三，你见多识广啊，来选一地儿，咱上哪敲诈梅哥去？5分钟后，大家会议室开个会。开会决定上哪吃海鲜啊？差不多。怎么开上会了呢？要我说啊，咱们就去吃小龟扇贝，虽然菜什么的，但是好吃啊。咱可以电话预约，到那儿就能吃。哎，不行，那家上菜也太慢了吧，最起码得等个2、3年。要不然咱们去蜗牛海鲜。请客的说了算，梅哥。我天秤座选择恐惧症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再说了，让我请客就已经很难受了，还让我做选择。老三，你选择一下吧，我随意。吃饭前先说点别的事儿。我刚刚接到丰腾科技的公函 ，demo 演示会的时间将会提前到9月1号。什么叫神转折呀？这就叫说好的海鲜呢？不是，为什么提前呀？这不都安排好时间了吗？怎么突然就变卦了呀？就是，而且一提前就提前10几天呀。我跟丰腾的王总通了电话，原因有2个，一是原前你的负责人何总临时决定9月10号要去美国动手术，预备加休养需要3个月。走之前，他希望参与新倩女开发权的决策。你跟他说把时间定到9月9号，多吉利的数字啊！定完了以后，他直接飞美国做手术去。那原因2呢？2是丰腾的最高决策人丰总对我们这个项目一直很关注，也会出席演示会。他有个国际会议，时间是9月2号到9月9号。按照原本的计划，9月中旬他参加完全没有问题。但是现在2件事相交在一起，权衡之下，时间只能提前到9月1号。哦，老三，你上次开会的时候说你的优化软件要在9月15号才能完成，那我们加上测试和修改的话，最快也要9月16号。现在怎么办啊？难道我们要放弃优化吗？我觉得放弃也没有什么问题啊，毕竟我们的游戏在画面跟玩法上面都是已经可以秒杀一切的，现在只是一个内存占用的问题，而且又不是我们没有能力达到，只是因为时间的原因没办法完成而已。对啊，时间不够的责任还不在我们，可以跟他们解释。决策者不会听解释，只会看作品，所以，我并不打算放弃优化，反而要双管齐下，同时在其他方面对内存占用过大的问题进行调整。其他方面？我刚刚收到邮件，时间非常紧，我忽然想到了些灵感。哎呀，你这产生灵感的方式真奇特。地图自动生成方案，呵呵，我看着居然很带感哎。大家分团队作业，时间之内应该可以完成。阿爽，时间非常紧，只能边赶边测试，所有测试的问题都由你来负责。阿爽。好。哎 ，KO 跟谁一组啊 ？KO 跟我一组，你和我一起完成优化工具，我负责视觉权重评估算法和贴图压缩，你优化模型。可以。普通副本结束了，艰难副本即将开始，希望大家感觉还不错。等于现在就我一个人在想着吃海鲜的事儿呗。不是说开会讨论吃什么海鲜吗？你个骗子！难道我说了这么多，主题不是这个？上海庆功宴。耶！
哎，梅哥，又省一顿啊！哎，好，加油！哎，怎么样？决定去哪里吃海鲜了吗？吃什么海鲜呀？大事不妙！怎么了？游戏出什么问题啦？上海丰腾那边把演示会提前了大半个月，但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的老公，我的校内同学，他变态了。变态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狂化了。你回家帮我拿些衣服过来，商务和家居的都要，还有洗漱用品。所以，你要住办公室了？是的，如你所愿，我要开始住办公室了。我总是轻描淡写告诉你我的愿望，也给你千言万语都说不尽的目光。这世界总有人在忙忙碌碌寻宝藏，却误了浮世骄阳，也错过人间万象。不站立墙角上，人如海，这正好。你笑得像光芒，忽然把我照亮。就像人一笑，倾城一见怎难忘？说什么情深似海，我却不敢当。最浪漫不过与你并肩看夕阳，我心之所向。想和你游四方，像晴雨的风光，想和你谱纸笔写余生的篇章，笑与泪都分享，管情节多跌宕，我们不散场。你在 cos 壁虎吗？心塞呀，薇薇师妹。心塞什么呀？你看，他们俩都不带我玩，这是在歧视我的智商吗？再怎么说，我也是个省状元，好吗？你想多了吧，美人师兄。你不是有很多事情要做吗？我那个活太轻了，最多算是一个体力活。再说了，一个人干活多无聊啊，两个人干活才带劲。你看，这意见不同了还能斗斗嘴。最主要的是，他们俩这一副食物链顶端的样子太讨厌了吧？我怎么没觉着，反而觉着挺帅的？雄性的世界你不懂。我怎么觉得你跟我是一个世界的呀？鬼才跟你一个世界呢！算了算了，薇薇师妹啊，师兄今天是最后一次作为人来跟你说话。从明天开始，师兄就要变成代码机器啦！累了吧？好嘞。大家注意了，时间紧迫。大家都忙得要命，我就什么忙都帮不上。
不说好的思考者吗？就你俩这造型，等有灵感了。这2个男神能站在我们图书馆面前，自然有他的道理。你看着吧，我马上就可以和亚里士多德灵魂接通，到时候他的智慧将通过这一双手传递给我。程序灵感算什么？我还能了解到人类生存的意义。在为师面前，你哪儿来的自信？为师一直教导，做人不可太过自恋自大，自恋易犯错，自大易失败。博老师，哦不，是涂老师，难道你没有听说过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吗？我可没有你那么好命，可以躺在沙滩上抢幸福。青出于蓝，据为师所知，小德可是把重力都搞错了，所以这程序难题就交给为师吧。你去给为师煮碗面。我不，跟大为师注意你的态度。你们俩继续打。我有灵感了。他有灵感了？我去，要不咱换个姿势继续来？来。